法国公私立学校的收费标准就好比马里亚纳海沟，再加上法国又以许多高等专业学院闻名，这让许多学子因其高学费而望之却步。这集影片就是要打破高昂私立学校面不起的窘境，让您不管选择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能以免学费就读，并同时月入比法国最低薪资 Salaire Minimum 的 Croissance 简称 SMIC 还要高的薪水，最高可达1500欧元。接下来的影片将分为3大部分。第一，介绍日校一般生 Formation Initiale 在职专班 Formation Continue 和产学合作计划 Formation en Alternance 的差别。第二，产学合作计划 Formation en Alternance 的优缺点。第三，如何申请产学合作计划 Formation en Alternance。Salut， c'est Cynthia 大鸟。若您第一次点进来，这个频道主要是由居家隔离超过6个月、法式生活迈入第5年的台湾穷书生和法国的2、3世。若您对这类主题有兴趣，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每周就不会错过新影片。让我们开始吧。法国高等教育机构最多能提供3种就学制度给学子们，但并非每间学校或每个科系都有，详情还得麻烦您上贵校网站做确认。第一是台湾人熟知的一般生 Formation Initiale， 也就是所谓的日校生。学生上课的时间会尽量集中在平日的上下午，少数会依教授时间或是教室安排而有所挪动，可能会到周末或是晚上。第二，类似于台湾的在职专班 Formation Continue， 也就是所谓的夜校或假日班，言下之意就是提供给平日需工作的上班族一个能利用下班后的晚上或假日进行进修攻读学位的一种制度。第三，被我翻译成产学合作计划的 Formation en Alternance， 这项计划提供给学生能一边就学一边上班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说，公司提供学费及就业机会给学生，让学生能同时获取学位及工作经验，而公司提供给学生的薪水必须比照政府规定的标准，最高还能达1个月收入1500欧元，比法国最低薪资 SMIC 还高。这样学业事业两相得的产学合作计划是否让您很心动呢？让我们继续下一部分看产学合作计划的优缺点。让我们从优点来看。第一点，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皆免学费，这样若您选择念私立学校，平均可以省约1学年12000欧元的学费。虽然免学费，但仍需缴交杂费 CFE。 第二点，学业事业兼得，拿学位同时也能有工作经验。第三点，仅需在公司工作一半的时间，就能最高获得比法国最低薪资 SMIC 还高的月薪，约1500欧元。一般来说，26岁到30岁是领最高薪水，而25岁以下则依急剧递减。第四点，进入职场直接可以尝试看看这科系的出路是否是您真的有兴趣的，或是和您想象里是否一致。再来，我们看缺点的部分。第一点，时间非常紧凑，因平日没上班的时间则是在上课，而没上课的时间则是在上班。通常周末是无法好好休息的，因为上课后需要复习或做作业等。第二点，有年龄限制，上限为30岁，30岁以上的学生得选择 Contrat de Professionnalisation。除了名称不同外，录用30岁以上产学合作学生的公司无法获得政府提供约1年8000欧元的补助。第三点，工作必须靠自己找，这和在台湾学校直接和公司合作将学生送去实习或工作的情况不同。在法国，任何工作，像是学生实习或产学合作计划，就算是校方要求，也得完全靠自己找，而法国毕业门槛几乎都会要求有实习经验。第四点，竞争非常激烈，一个班内总会有少数没有办法在法国政府规定找工作期限内找到愿意录用的公司。想必大家心中都有了自己的答案了，那我废话不多说。若你想就读法国的产学合作计划，以下提供您我自身经验的4步骤。第一，先确定想念的科系。第二，
一系搜校，查看各校网站上的科系是否有提供产学合作计划。第三，再到各校依公比的网站上递交志愿申请科系产学合作班。第四，这时就可以开始找有招募产学合作学生 Aldano 的公司。不过第三和第四步骤可以交换，因若您已有公司愿意和您签订产学合作计划合约，基本上校方不会拒绝申请。这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让您不用直接申请产学合作班，就是您可以先申请一般生 F1 班，而等就学后若有找到公司愿意签产学合作计划合约时，您可以再和校方提及说想换到产学合作班，但这个方式很冒险，还得请您先和校方确认，以免到时无法从 F1 班转到产学合作班。在这边预祝您顺利申请上产学合作计划的科系，并找到愿意录用您的公司，签订产学合作合约，这样您就可以开始学业事业兼顾的生活了。看到这边，您是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了呢？我再重述一遍今天这集的影片内容，重点有5：第一，了解一般生在职专班和产学合作计划不同；第二，分析产学合作计划的优缺点；第三，确定想念的科系后，去确认有提供产学合作计划的学校；第四，上该校的依公比的申请科系产学合作班；第五，向招募产学合作学生 Aldano职缺的公司海投履历。最后偷偷告诉您，若您想学杂费全免在法国留学，并年领近6000欧元的助学金，敬请期待之后的影片内容。上述所提到的所有相关网站资料都会放在影片底下的资讯栏中，供各位参考。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若你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按赞分享。若您有任何疑问、心得或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见，Salut。